自从上次做泰式冬阴锅，我说想吃外婆的红烧肉，就收到超级多留言喊话说要做一些外婆的红烧肉。这不是才3个人吗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红烧肉的做法相当初级，但外婆做出来的味道却似乎永远无法被超越，一定是有不为人知的传家秘方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外婆说她只加盐、生姜、老抽和料酒，这么佛系的配方，连糖色都不炒。正在我心灰意冷，决定要放弃的时候，外婆说出了红烧肉的惊天秘密。外婆的配方极简，所以去超市就只买了这4磅鲜切五花肉。前面的步骤都很普通，焯水、冲洗、切块，尽量切成同样大小的方块，不用担心肉切得太大了。有外婆的神秘配方，再大的肉都给你炖得烂烂的。沥干或用厨房纸吸干表面的水分。我拿出记忆中外婆家的同款大铁锅，加入1滴油，挑几块最肥的肉，先用小火熬点猪油，用这纯天然自制猪油炒出来的五花肉，香味格外浓烈有层次。在油里下入生姜和八角，转中大火下入猪肉，2大勺料酒，煸炒至猪肉表面金黄，放入1大勺老抽，1小勺盐，翻炒均匀。然后将火调到最小，盖上记忆中外婆家的同款木锅盖，焖5到10分钟，让五花肉上色后，加入没过五花肉1半的清水，然后就……喂，还没做完呢。喂啊！接下来就要用到外婆的神秘配方了。没错，外婆红烧肉的灵魂就是用这炭火烧出来的火候。之所以用炭火，是因为它不像家里的灶火，要么大要么小，一直保持恒温，而炭火会随着时间逐渐变小，红烧肉也随着时间越来越软烂，就这样刚好红烧肉越来越烂，火越来越小，然后达到一个火候上的完美控制。我人生中第一次升起的炭火熊熊燃烧，通红通红，倒进新买的火炉中，放上做红烧肉的大铁锅，盖上外婆的同款木锅盖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外婆的同款竹扇子。Oh my god， 这么有模有样，我该不会是个天才吧？炭火炙热的燃烧着，烧开了那半锅清水，烧出了那一阵阵浓烈的、荡漾的、穿街走巷的、那最初的、最天然而又质朴的外婆家的味道。时间静悄悄地流逝，炭火慢慢燃尽，水也逐渐烧干，五花肉的色泽也越来越深邃。加入1小勺味精，做最后的点缀。原来外婆的红烧肉可以带着思念漂洋和过海。现在这个状态是炖了1个半小时之后的状态，可以看到其实里面基本上都是油，看全都是油，哇哦！看到这些油的话不用害怕，这个油就是红烧肉肥而不腻的关键，因为肥肉里面的油全部都被炸出来了，所以你在吃这个肥肉的时候，它其实已经一点都不肥了，可以把这些油都存起来。外婆说用这个猪油炒菜特别香。这个简直就是完美，因为里面其实一点酱油都不剩，酱油都上色了，入味了。好烫好烫！先开个。特别特别特别烂，这是块瘦肉。太这讲下来了。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肥肉，这是一块肥肉。肥而不腻，不仅是肥肉，肉皮也很好吃啊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吃着吃着，居然哭了。Oh my god，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？Anyways， 红烧肉我曾经还是个厨房杀手时就做过，而外婆的炭火做法带来的是质的肥。总而言之，我的厨房从此正式解锁烤肉炉。难道是你们想要我做烧烤大排档？速速评论，否则到时候如果再只有3条留言，那我就很没有面子哦。也可以考虑给我一个1键3连以表同情。再见。